嗨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mini，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那我今天呢，会带着你们一块儿来逛，北京非常有名的一个皇家园林——北海公园。上期视频呢，带着你们简单的逛了一下，然后这期视频呢，就是一个详细的记录。当我从入口进来，旁边呢就是北海公园的一个很有名的景点——西天梵境。西天这个词在中文里，它是指西方极乐世界，它类似于西方文化里的天堂。梵这个字呢，来自于古印度语，意思是清静、寂静。那西天梵境在当时是皇帝祭拜和印刷佛经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大殿，它是整个寺庙的心脏。那我们形容大殿这样的非常气派的建筑，我们会用座这个字，座。比如说一座大殿、一座寺庙、一座桥梁等等。这座大殿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没有用一滴油漆，它用了极其珍贵的金丝楠木。这种木头的纹理就像丝绸里的金丝一样，阳光一照会闪闪发光。我上一次来北海公园还是7、8年前的时候了，这一眨眼过去这么久了，感觉没有特别大的变化。我是一个在周末特别喜欢逛公园的人，因为我很喜欢公园里的这种大自然的能量。现在我们站在北海公园的湖边，这个风景太美好了。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形容这个画面呢？比如你可以这样说：远处有一座白塔，静静地矗立在山顶上。湖面有很多小船，它们自由自在地漂浮在水面上。风轻轻地吹过来，湖面上泛起层层的涟漪。这个画面让我感觉很放松，很舒服。这个是景区的游览车，这里是坐船的入口。它的船呢有电瓶船，还有脚踏船。我们看看坐这个船的票价是多少。哦，这个是脚踏船，120元一个船。电瓶船是180，还挺贵的。所以这个船还是蛮适合跟朋友一起包一个船，大家可以分一下钱，就会比较合适。这边好像有吃饭的地方哎，我们看看有什么。招牌推荐炸酱面是老北京的特色，还有爆肚。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呢，虽然现在没有太阳了，但是反而给了我一个惊喜，就是它没那么热，它不晒。尤其是走在这里，好凉快的感觉呀，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。皇家园林真是大呀！哎呀，古代皇帝们，皇宫中的人太幸福了，可以坐拥这么大的一片院子，这么美丽的地方。看，这都是房顶上的瓦片。我这个人逛景区呢，我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喜欢不走寻常路，就是哪儿人多，我就想避开
换一条路。我喜欢去人少的地方开发一下，比如说你们看这条路，就是走在一个林子里的感觉，人非常的少。你们看，这条路就很安静。这样安安静静的探索一下的感觉太好了。哎呀，我看到九龙壁了，前面这个九龙壁特别的有名，清朝的时候建立的。因为墙上有9条龙，所以这面墙叫九龙壁。它有600多年的历史了。墙上每条龙的样子都不一样，有的龙在飞，有的龙在看珠子，有的龙在追云。最特别的是，这面墙是彩色的，而且是用琉璃做的。哇，这红墙灰瓦，真的是中国古代的宫殿还有寺庙里的经典标配。红色呢，代表着幸运喜庆，灰色的瓦片又给人感觉非常的庄重严肃。这里有个指示牌，我现在在找这个静心斋啊，我走错了，天哪，我竟然走错了。我要去静心斋，但是我走反了，我要再往回走。这里真的太大了。我现在把手机导航打开了，因为我找不到了。哎呀，找了半天，原来就在我刚刚进门的旁边。哎，你们说我绕了多远啊？这里就是静心斋，静心斋。这里有个牌子，上面有静心斋的详细介绍。那这座园林是清朝的时候皇帝用来读书、休息、工作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走过它的长廊，这个我们叫长廊。你可以说穿过长廊，穿过长廊。长廊的顶部也设计得非常别致。好，咱们继续往里走。穿过这里，咱们看看后面有什么。哇哦！进来之后真的别有一番景致啊，太好看了！哇，这里有好多好多的鱼。锦鲤在中国呢，它代表了一种好运，所以你们看到了就都会有好运的。人太多了。这边是什么？看一下，这应该是个别院。看看房间里面。哇，这个走进来别有一番景致，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，别有洞天。妈妈，乌龟能潜水吗？哇，你们看上面的这个连廊，好有感觉哦。它在这个假山上面，这是一座桥，我们走过这个桥。哇！站在桥上拍这个角度也超好看。结束场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假山这里了。假山，这些是假山。我是往这边走呢，还是往上走呢？我想往上走。好，我们走楼梯上去。这个楼梯还挺陡的，很陡。
哦，这里是非游览区，非游览区我们上不去，只能在这儿给你们拍一下了。那我们就只能从这儿下去了。楼梯很陡啊。我发现用这个相机拍真的是挺方便的，可以全程给你们拍所有的风景。如果是手机的话，这个是不可能的，一直拿着手机也会很累。这个衣服好好看。我们可以在这儿坐一会儿。这儿有一个长椅。哇，朋友们，现在已经下雨了，还好刚才我找了一个凉亭坐下来了，休息一会儿。你们看，已经下雨了。你们猜我在这河里看到了什么？一只正在游泳的乌龟，好可爱呀！好像雨停了。赶紧往前走走吧，我们赶紧再逛一逛。估摸着这雨一会儿还会再下。哦，这个凉亭也很好看，你们看。这好看吗？这里好有感觉啊，拍出来很好看，有一种纵深感。想象一下，这就是古代皇帝走过的地方。我们从这儿出去吧。这个后面我还有点印象，我记得好多年前我来这儿的时候，还在这里拍了照。看这个门也很有特色。不行啊，又下雨了，我要赶紧躲起来。看这雨点儿还挺大的。不过讲实话，下点雨风景还真的挺美的，是另外一种感觉。这皇家园林就是不一样啊，这古代的皇帝可真会享受啊。刚才我在躲雨的时候，我坐在那个凉亭里，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大哥一直在工作，用手机开电话会议在工作。我就心想了，在这么美的地方，而且还是周日，竟然在这个皇家园林里面工作加班，哎呀，实在是有点不理解呀。虽然我知道可能真的是工作忙没办法，但是有的时候觉得现代人真的还是挺惨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出来了。大门口出来了。我已经从这个静心斋出来了，然后感觉这个天气还会要下雨，而且北海公园特别的大。我刚刚导航了一下，我要走到那边的白塔那里要再走个半小时，但是我已经走不动了。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坐船，但又因为天气原因，现在呢那个游船的码头也停了，停止售票了，因为天气原因，可能觉得下雨大家坐船不安全吧。那我就不往那边走了。因为旁边就是出口，我可以出去直接坐地铁回去了。今天主要就是参观了一下这个皇家园林里面大概的样子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呢就要出发回家了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，希望你们看得开心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